宝宝在游泳课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主要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换脚踏车的内胎。那本来是没有打算分享的，因为网络上其实很多教学影片。那主要是因为我收集到一些资料，因为跟我们脚踏车不太一样，所以想说都收集了，那就来分享一下。然后首先是这个内胎我已经拆出来了，那内胎怎么拆，我之后可以补在后面的影片。那拆出来以后呢，我就是打气，然后泡水，看它也破掉，然后就发现是这边，在这边气嘴的部分这一个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上我有看啊，就是说你轮胎骑到有一点点没气的时候，这个气嘴感觉有点歪掉，然后你继续骑它就歪掉。那歪掉以后，你直接打气，轮胎变硬以后，你再继续骑，很容易这边就会破掉。也就是说，轮胎如果在打气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气嘴它是歪掉的，那就先把它放掉一点气，然后把它弄正以后再开始打气。什么叫歪掉？就是它没有指向你的轮心，它可能是歪的，可能这样歪的。往内往外这样。对，往旁边歪，往旁边歪。像这个是有指到圆心，这是正的。你说先放气，就是把那个打气筒放进去，这样。或者你拿一个东西顶它，它就然后漏一点气以后把它弄正，再开始打气。这样才不会造成这边就是破掉，因为这边破掉是没有办法用那个补胎的去补的，是没有办法补的。所以我现在打算整条内胎把它换掉。它没办法补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这里不是这个皮啊，它这里是塑胶的界面。因为是那个管子上面。对，这个硬管跟这个软管接触的地方。对，那网络上做到新的就是这个不用想要补了，就换掉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车款，因为这款捷安特的 Momentum， 我发现很多人运这台来荷兰。那我昨天研究一个很好笑的问题，从台湾运来荷兰。对，台湾运来荷兰。那我昨天在研究一个很好笑的问题，就是这个轮胎要怎么拆？这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螺帽，没有办法施力的。然后这远远的要怎么拆？然后关键字也很难下，就说远远螺帽轮胎怎么拆之类的。反正你找拆轮胎会一大堆影片，然后都不是我要的。最后找到一个类似的文章，它也没有图片。很好笑的是，这个拆法就是这样，它就只是一个盖子而已。盖子拿掉以后，这个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拆下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打算先把这个气座给拆下来，因为等一下我整台脚踏车可以反过来，这样会比较好施工。我们这款儿童座也是有快拆的，这一压下去，然后往后拉。看网络上是说，在拆后轮之前，要先变速，把它变到最小的那一轨，等一下会比较方便把轮子拿下来。试试看。好，现在要把它反过来。对，补充一点，因为本来想说，如果只要补内胎的话，轮子不用整个拆下来，所以只有把内胎给拉出来。那现在是要换整个内胎，所以轮子就势必要拆下来，所以之前才会只有拆内胎出来。我现在要把这整个轮子拿下来。那这边看起来是可以直接往下拿下来，但是这边呢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变速的铁片，这个卡住，所以我在想应该是要把这个变速的铁片给拆掉，这个整个拆掉，把这个整个变速的模组给移出来。连通这个铁片，然后这轮子就可以卸下来。脚靠出，今天宝宝在游泳课。
现在我们车库找到之前从台湾带来的修车用螺丝起子，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。很小的6角扳手，电动螺丝起子转不动，用手动才可以转动。看起来这一步应该可以真的把轮胎拆下来，试试。成功拆下来了，关键就在那一个小小的螺丝。关键在这个小小的螺丝要有对应的螺丝起子，不然轮胎根本就拆不下来。好，现在就可以换内胎，然后打气装回去，试试。首先，第一步先把外胎给装一边进去。内胎是从外胎有凸出来的这边，还没装好这边塞进去。那接下来从气嘴这边把另外一边外胎再塞进去。上手是这样，一样。哦，不能用挖胎棒，哎，转进去啦，耶！检查一下有没有装好，应该都可以看到那个底部的那一圈橡皮，是内胎有装好。一个有趣的点，转这个螺丝可以控制这个轮胎的偏左还是偏右，就不会被那个刹车给夹到。我刚刚拆的时候不经意的去转到这个螺丝，它不应该转的。我现在把它调整回去。好，看起来组装完成，待会就去骑骑看。好，我刚试骑了一下，还蛮 OK 的。那总结一下这次维修遇到的一些状况。第一个就是拆外胎的时候，最好要有这个挖胎棒，比较容易把外胎给拆出来。那第二个遇到的问题就是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盖子，所以把它移掉就 OK 了。然后第三个很关键就是车轮不知道怎么拆下来。网络上找到的看起来都很好拆，那这一台比较难的关键在于很难解的螺丝，要用那个6角扳手，用那个6角螺丝起子才可以转开。刚好我们有，不然这个就拆不掉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修脚踏车的心得。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 拜拜。